这里是贵州鲜为人知的世界自然遗产狮柄云台山。和贵州的其他3个世界自然遗产相比，这里显得默默无闻。其实云台山交通非常方便，门票也便宜，游览起来不算很累。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来游览一下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狮柄云台山。在狮柄可以坐公交车4路直接到景区门口。4路。很多人可能知道河南有个云台山，但在贵州的狮柄也有一个云台山，而且这个云台山还是世界自然遗产。这里的门票是40元。所处的位置是景区，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景区大门这里，游客服务中心。然后因为是第一次来云台山，游客又少，特意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里面的徒步线路。但是有1.2公里，这边这一段都走完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就爱到宁关这边，就因为这段时间下雨，不建议你过去。这个云台山没有缆车，全程都可以徒步。如果只走京华线路，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。进入景区，先看到一个紫藤长廊，穿过这个长廊，再走几百米，就到了爬山的起点樱桃湾。从这里开始爬山。贵州一共有5个世界遗产，其中4个是世界自然遗产，1个是世界文化遗产。你能叫得出名字吗？其中这个云台山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大约登了10多分钟的台阶，来到了排云关。这里有个观景点儿，眼前看到的就是笔架山。狮柄云台山也是喀斯特地貌，但这里的山基本都是白云岩喀斯特地貌。和其他地方的白云岩地貌相比，这里植被更加丰富。这是第一个漂亮的观景台。离开排云关需要下台阶再上去，这里有一段台阶还比较陡。去野牛洞的路因为下雨被封住了，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。一只小蝴蝶在前面带路。云台山之所以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，自有它的优势。山间珍稀植物就有400多种，珍稀动物也有近100种，被称为植物宝盆、动物宝库。和其他景区相比，云台山保留了比较原始的自然生态。这里又有一个观景台，而且云台山是比较少见的没有建缆车和悬崖栈道的景区。因为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，所以保护的比较好，现在是4A 景区。云台山是因为这里的山形而得名，山巅如台，加之云雾缭绕，所以叫云台山。看，这些都是白云岩，不过上面的植被实在是太茂密了。离开这个观景台，继续前往印斗阁。贵州的4个世界自然遗产，一个是利波喀斯特，包括小七孔；一个是赤水丹霞；一个是梵净山；还有一个就是狮柄云台山。和其他3个大名鼎鼎的景区相比，狮柄云台山确实比较默默无闻。很多人来贵州旅游，
可能都会去到其他3个世界自然遗产，偏偏遗忘了这个狮柄云台山。其实这里奇峰秀丽，更有云海奇观。现在经过了凉风洞，云台山算是贵州东县的探险寻幽的旅游宝地。我个人感觉这里游玩起来不算累，可以当做一次相对轻松的轻徒步。现在来到了云台山最美的观景地，这边是五指峰和印斗阁。景区没人，所以可以好好的拍照。自拍拍出了无人机的感觉。站在山巅之上，遥望五指峰。前面的亭子就是印斗阁。我因是坐公交来的，其实如果能够自驾，可以早一点来。这里可以看到云海。面前的这座山叫五指峰，不过现在是五指并拢的状态。或许过几百万年，这个五指就分开了。今天又是独享景区，来到另一处观景平台。眼前一座座秀丽的山峰。这个位置可以说是云台山最好的观景平台。上面这个亭子叫印斗阁，上去看一眼。这里可以说是一览众山小，算是观景位置最高的一个地方吧。看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有人认为这里是全球最美的白云喀斯特地貌，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。其实云台山也是一个很好的科考科普基地，这里很多地方都有岩石和植物的文字说明。如果游览时间不充裕，到达这里的五指峰和印斗阁之后，就可以下山返回了。我准备继续往前走一走，去老虎背那里看一看。从这里开始分叉路口比较多，需要看一下地图。我要继续上山，前往老虎背。看，路边有很多这样的科普文字介绍。其实在来云台山之前，心里有点忐忑，怕爬这个山太累。不过至少到这里没有觉得累。当然，整个的云台山分为好几个大片景区，前山是云台山，而后山还有一个叫黑冲景区的，实际上2个是一个大景区。不过几乎没有人从这里直接徒步过去。前面又到达了一个观景平台。
感觉这里也是气势磅礴。这里到达了一个休息站，从这里继续往前就是老虎背，也可以从这里下山。图标显示到老虎背还有1公里。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，今天还没有带伞，好在雨不大。这里又是一个小的观景台。今天的云雾不算多，能见度还可以，但是也没有云海。在整个爬山的过程中，看到2波老年游客，说明这个地方爬起来不算很累。现在经过了宝石院，这里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岩石，旁边也有文字介绍。终于来到了老虎背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感觉视野不如印斗阁那边开阔。在这里稍作休息，因为这几天下雨，从这里往前道路就比较危险了，工作人员不建议再往前了，准备从这里返回了。我个人对这个云台山景区的感觉还不错，交通方便，徒步也不算累，普通游客看风景只要到五指峰和印斗阁作为终点就可以了。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没有到黑冲景区看那个一柱擎天，因为去那里基本都要自驾过去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打卡点。今天的徒步云台山景区就到这里。这里是贵州的狮饼，在酒店的旁边发现了这个免费的风景区，正好赶上这里的狂欢 party， 一下子对狮饼这个不知名的小县城有了好感。从镇远坐车来到了狮饼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吃过晚饭，到所住的酒店旁边转一转。河边有一个山木河夜漂景区，没想到是免费的。在城市中心有山有水，进去逛一逛。沿着河边有很多烧烤吃饭的地方。往里走，经过了一个动物乐园，里面有很多大动物的雕像。远远的可以看到一个玻璃观景台。这个地方叫夜漂景区，估计晚上会非常漂亮。里面有很多小孩子喜欢的东西。河边的绿地上布置得非常精心。这个景区目前是不收费的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一直免费。显然这里除了自然山水，主要是这些游乐设施。既然叫山木河夜漂景区，估计晚上漂流是最主要的活动。不过即使不来漂流，来这里逛一逛也足够漂亮了。这个景区不小，要一直往里走。
前面这条河应该就是漂流的河吧，不知道是不是就叫杉木河。这2天下雨，河床里的水都漫上来了。沿着旁边的小道继续往前走，眼前有一个非常高大的玻璃观景台。记得我上次在洒金谷也看到过这样的玻璃观景台，不过上次可能因为人少没有喷水，不知道今天这个会不会有洒水。确实好高，准备上去看一看。这个玻璃悬廊单独收费30元，坐电梯上来，人还不少。悬廊上面的面积非常大，今天来这里的游客还不少。傍晚的晚霞非常漂亮。从玻璃悬廊往下看，这条河应该就是漂流的河。现在天快黑了，准备在这里等到亮灯。很多大妈大姐在这里穿着长裙拍照。天边的最后一抹晚霞，灯亮起来了，大妈大姐们也跳了起来。音乐也随着灯光响起来。可以看到玻璃悬廊的尽头开始往下喷水了。远处城市的灯光也亮起来了。现在坐电梯下去，从下面看这个玻璃悬廊会更加漂亮。看左侧圆形的玻璃悬廊正在往下喷水。看这2天下雨，河水像发了大水一样，这个小桥都被淹没了一半，所以今天晚间的漂流活动是暂停的。不过远处的舞台上有乐队在表演，过去看一看。这个表演也是免费的，这里晚上非常凉爽。舞台设在河的另一端，整个舞台设计得非常酷炫。这个歌手的嗓音非常像张杰，唱得非常棒。看这个玻璃悬廊往下喷水多漂亮。这首歌是非常多人的回忆，特别的好听的一首歌，生下来。很多游客都站在水中听这场免费的音乐会。这个露天音乐会真的很棒，像个音乐节一样。尤其是这个场地这么美，这么特别。
这边还有很多的餐厅和商店，真的是一个避暑消夏的好地方。确实没想到这么大手笔的一个风景区竟然是免费开放的。当然如果在这里漂流或者登这个玻璃观光塔是要收费的，感觉只是过来逛一逛都非常棒了。几个歌手轮流的在这里卖力的演唱。这里声唱的水平好像稍微差了一点。如果不是发大水，估计很多人会喜欢来这里漂流。站在河边听音乐会也是挺特别的一次体验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狮饼县城竟然把这里的夜景工程做得如此炫酷，而且现在是免费开放给公众。这种集休闲、刺激、观光、狂欢为一体的风景区在其他地方也是很少见，可见狮饼对于打造旅游业、吸引客流是下了重金的。这里离镇远很近，所以我想来镇远的人不妨到这里玩1-2天。这边的水上夜景和镇远又有很大的不同，现在还有很多游客陆陆续续的往里进来。我要回去了。我们这边可以回去了。拖家带口，尤其带小孩的游客非常多。毕竟这里可以亲水、亲近大自然，还是很爽的。不过晚上这里涨水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这是警局车呀。这个山木河夜漂景区整个的灯光工程连绵几公里，非常壮观。这个桥放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算网红桥了。而且这里两边山上也都打了灯光，还有很多免费的游乐设施。对面的山上有一些大的灯光字，看这个整体的灯光感觉多漂亮。这个瀑布的上面打着很多字，苗族。这个字打在山上，山还挺高的。狮饼，水墨云山，应该是狮饼对外的广告宣传语吧。狮饼的云台山是世界自然遗产。现在来到了前面的河滩，这里有个美食烧烤的地方，约3-5好友来河边吃夜宵烧烤，这日子过得真滋润。说实话，以前对狮饼这个地方知之甚少，这第一天的印象就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，没想到这里这么漂亮。这个河边至少有10几个大水车，看这里的夜晚多美，看来贵州的每个地方风景都不能小看。这次来狮饼最主要想去看的是云台山，这也是贵州的世界自然遗产。但今天这个山木河夜漂景区就给了一个小惊喜，真的不错。目前这里是免费的，有机会过来玩一玩吧。明天请收看世界自然遗产。